这个 TikTok 的故事啊，我们应该听了也有5年了吧？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事儿肯定最后谁也赢不了，这是一场无谓的消耗战的时候，这个结局它突然就来了，而且是用一种谁都没有想到的方式。就在几天以前，9月16号，中国跟美国在马德里就 TikTok 的命运这个事儿达成了一个特别具有戏剧性的协议。简单来说，就这么几条：第一，TikTok 的美国业务由一个美国的投资者财团控制超过80%的股份，这里头有甲骨文、Oracle， 还有好几家顶级的风投。第二点也是最要命的一条，就是 TikTok 要给美国用户单独搞一个全新的 App， 由美国的工程师团队自己重新写一套推荐算法。注意哈，这套算法的技术是从字节跳动那边授权过来的。一个埋头写代码的理工男张一鸣，在过去的这几年是怎么样就掀起了一场全球的地缘政治的风暴？一个本来想连接世界的娱乐的 App， 又怎么就在中美之间被反复的撕扯？一场本来看起来根本解不开的死局，最后又是怎么样神奇的被解开的？这个到底是张一鸣他那个理性主义的最后胜利吗？还是一场耗尽了心力特别悲壮的妥协呢？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认真把这5年的风暴从头到尾好好捋一遍，从张一鸣他个人的源代码开始，一直聊到这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大结局。我们想要看懂张一鸣后来所做的所有的抉择，就得先解码一下他个人的源代码，他是怎么样想问题的，他做决定的那个逻辑跟他早年的经历那个关系非常大。张一鸣是1983年在福建龙岩出生，那是一个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客家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强调要坚韧，而且非常看重文化跟教育。他爸早年下海在东莞开了一个电子厂，他小的时候听爸妈聊天，老是听他们说国外的哪个朋友又搞了什么新技术，开发了什么新产品。那类似这样一种对话听多了，您可以琢磨一下，在张一鸣的心里头悄悄就埋下了一颗种子，是什么呢？就是技术跟商业我们得结合在一块儿。2001年，张一鸣考进了南开大学的微电子专业，但是他自个儿其实更喜欢写代码，所以后来就转到了软件工程。这个转专业的选择，我觉得对于张一鸣来说应该还蛮关键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微电子的世界那个规则是死的，研发的周期特别长，玩的都是控制的逻辑。但是软件工程不一样，这个是你自己在电脑里面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规则是你自己用代码来定的，你的产品可以一天迭代好几次，核心是看用户怎么用，数据怎么样跑，所以这是一种情境的逻辑。张一鸣这个转专业的选择，基本上是预言了他后来在字节跳动推行的那样一套管理的哲学 context not control。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供情境，但是不强行控制。说白了，就是我给你创造环境，但是我不当你的保姆。在大学毕业之后那6年，张一鸣的整个职业生涯排得满满当当的。我有时候感觉像是老天爷给他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一连串高强度的特训营。2006年，他进了一家叫做酷讯的旅游搜索网站，是公司的第一个工程师，才1年，直接给干到了技术总监。那既然做了总监嘛，就得要跟着老板去见客户，这是他第一次完完整整的搞明白了这个技术产品跟商业这3样东西是怎么样串起来赚钱的。08年的时候，他跳槽去了微软，待了没多久就走了，原因很简单，2个字：无聊。微软的办公室就像一潭死水，但是张一鸣他想要的是激流，就是那种能够立刻看得到水花的。他对于那样一种干了半天但是看不到直接反馈的工作是极其不耐烦的。反过来，他对于快速迭代跟数据驱动这2个词儿，那个执念就更深了。后来张一鸣又加入了王兴做的饭否，这个是中国最早期的微播客。这样一段经历让他钻到了信息分发跟社交网络的
核心地带。再后来09年他自己出来创业，做了一个房产搜索引擎，就叫99方。如果我们把他这段经历串起来看，就会发现张一鸣走的每一步都指向了一个特别清晰的目标，就是找到最高效的信息分发的方式。酷讯让他学会了怎么样用搜索技术来赚钱，微软的无聊让他坚信产品必须要离用户越近越好，饭否让他看到了信息流的巨大潜力，而99房的创业则让他对于市场有了真正痛过的领悟。而所有这些经验最后都变成了张一鸣那个第一性原理的工具箱。张一鸣在商业上这么成功，但是他的私人生活真的是低调到了极点，所有的喜怒哀乐不外露，给他严格的封装在一个黑箱里，外人根本看不透他。在中国做生意，这个创始人的个人形象跟公司的命运基本上是捆绑在一块儿的。张一鸣把他私人的一面藏了起来，首先当然是为了降低风险，他少说就会少错，就不会因为自己哪一句话说顺嘴了，一句私言给公司带来那种非常大的麻烦。再一个，这种做法也强化了他那样一个极致理性的人设，就是让外界觉得字节跳动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全是靠数据跟逻辑驱动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张一鸣他也是想让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的产品身上，而不是他本人身上。在中国做企业，这个应该算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张一鸣跟他太太是南开的大学同学，你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桃色新闻，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在中国的顶级大佬里面，这个算是一个另类吧。一方面当然让他看起来更靠谱更专注，但另外一方面跟他一比的话，我们再想想我们那个路边摊跟兄弟们吃烧烤的性情中人东哥，你就会觉得张一鸣这个人确实好像缺乏一点人味儿，公众也的确很少有机会见他。但是呢，这样一种超级稳定的家庭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延迟满足感的价值观，在他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体现。后来字节跳动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非常稳定的夫妻关系也是他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压舱石。好了，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简单描画一下张一鸣这个理性主义的世界观。他的核心驱动力，他真正痴迷的事儿，始终都是想通过最高效的信息流动来改变这个世界。在他看来，人类社会能不能够高效的合作，根子就在于信息传递的效率够不够高。所以你看，从今日头条到 TikTok， 他做的所有的产品说到底都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怎么样用最快的速度跟最高的效率把信息推到最需要它的人手上。这背后是一整套逻辑上特别自洽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首先就是延迟满足感，张一鸣他坚信，你如果想要拿到一个长期的指数级的回报，你就必须得忍耐，忍住短期的各种不舒服和不确定性。所以字节跳动早期宁可自己苦哈哈的干，也拒绝了那些巨头的投资，就是要坚持独立发展。其次，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理哲学 Context not control， 情境而非控制。他觉得一个公司要是大事小事都靠 CEO 一个人来拍板，这样既危险又低效。他主张管理者应该去创造一个信息充分流动的情境，让一线的员工也能够看到最全面的信息，然后他们自己就能做出一个最好的判断跟决策。字节内部那样一个超扁平的组织架构，还有那个透明的 OKR 系统，都是从这个出发点来设计的。最后就是平常心这3个字，在2021年公司9周年的这个演讲上，张一鸣花了很长时间去重点讲述平常心有多重要。外面的世界波动的再厉害，但是你心里头必须得稳，得中立客观。说白了，他其实是想把情绪这么一个特别容易波动也不理性的玩意儿，从他的决策系统里头给删除掉，给剔除掉。
而基于这个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张一鸣他表现出了好几个特别稳定的人格特质。首先就是高智商、强逻辑，他做决策极度依赖数据跟逻辑的推演。其次是结果导向，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最高目标都是要确保公司能够活下来，能够实现全球化，其他的事情都好商量。第三就是他不喜欢对抗，甚至有时候会主动的避免冲突。这个跟华为任正非那样一种硬刚到底的风格是完全不同。张一鸣他更喜欢在现有的游戏规则里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会极力避免公开的跟谁撕破脸。但是他这样一套极端理性的世界观马上就要迎来一场真正的考验。我们要理解后来这样一场大风大浪大风波，我们首先要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在那个时代，技术理想主义者还在梦想着用代码去连接世界。在3、4月那个视频当中，我们也聊起过。而跟别的大厂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字节跳动这家公司从它出生的第一天起，基因里面就刻着2个字全球。张一鸣的想法不是说先在中国打赢了，然后再出海去征服世界，而是从一开始就站在全球的地图上去配置资源。这样一种超越地域的火星视角，塑造了字节跳动后来那样一条独一无二的路。而驱动这个全球化梦想的引擎，不是某个 App， 而是一套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个性化的推荐算法。这样一套算法最早其实是在今日头条上搞成的，它彻底颠覆了过去需要依靠人工编辑来推荐新闻的方式，而是用机器来学习你喜欢什么，你点的每一次赞，你多停留的每1秒钟，都在训练这个算法，让它比你自己还要懂你。因为这样一套算法的底层逻辑是通用的，这就给了字节跳动的全球帝国打下了最坚实的技术的基础。但是光有引擎还是不够的呀，你还得要把这个引擎放到飞机的机身，让它飞上天。那这个机身就是 Musical.ly 原来是一个中国团队在上海做出来的，核心用户却是北美的年轻人。他们已经用对口型配乐跳舞这样一种短视频的模式趟出了一条路。2017年，字节跳动花了10亿美金收购了 Musical.ly。那一年，其实快手还在想着怎么样把中国用户做分层推荐的时候，字节跳动已经把触角伸向了洛杉矶跟纽约的年轻人。这不光是一下子就拿到了6000万已经上瘾的北美用户，更重要的是直接继承了一个已经成熟的社区文化，而且让 TikTok 直接跳过了从0到1那个最艰难的能启动的阶段。2018年8月 Musical.ly 跟 TikTok 正式合并，一个真正的短视频的巨头就此诞生。TikTok 的崛起绝对不仅仅只是商业上的成功，它实际上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全球力量诞生了。它那个推荐算法慢慢的变成了一种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文化上的软实力，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文化操作系统，成功的安装在了全世界10几亿 Z 世代，也就是那个00后的年轻人的手机里面。而且这个还不是欧美创造出来的，传统上的文化权利一直都是被好莱坞纽约的这些唱片公司这些精英的文化机构给垄断的。但是 TikTok 的算法完全绕开了所有这些传统的文化把关人跟话事人。一个住在非洲偏远小镇上的黑人少年，他发一个短视频，完全可能在24小时之内就火遍全球。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它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方式。我们可以这样去做一个对比Facebook 它靠的是社交图谱，说白了就是你认识的熟人。而 TikTok 的核心是兴趣图谱，就是你喜欢什么。这样一种玩法其实天然就跨越了文化、地域、种族跟阶级，只要大家的兴趣相同，爱好一致，不管你是在纽约还是在雅加达，算法都能够把你们给连在一块儿，变成一个全球的社群。这样一种力量让 TikTok 成了全世界 Z 世代看新闻、消费、娱乐甚至搞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的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 TikTok 成了全世界年轻人最喜欢的社交平台。这绝对是中国软实力的里程碑。
为什么呢？因为 TikTok 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由中国创造并且成功向全世界输出的文化操作系统。它到底牛在什么地方呢？它输出的不是某一个特定的现象级的歌曲啊，或者是现象级的电影文化产品，它也不是好莱坞这样一种电影文化，或者是韩国的 K-pop， 它输出的是一整套的文化生产跟分发的系统本身。这个系统理论上来看是文化中立的，意思就是它能够非常高效的去适应跟放大任何地区的本土文化，而这个恰恰就是西方那些政治精英他们晚上睡不着觉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由东方某大国创造的，他们没办法控制的，没办法完全来定义未来游戏规则的，在一个崭新维度的东西。而这样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纯娱乐的奶头乐，背后藏着非常可怕的能够塑造意识形态的潜在的能力。您可以想象一下，算法通过决定什么内容值得被推荐，什么内容值得被某一个人看见，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定义了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长此以往，这样一种对于碎片化娱乐化内容的偏爱，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化土壤，会直接塑造下一代的认知。那现在我们换一个视角，这次从 CIA 的角度戴上他们的眼镜，去看一看 TikTok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国家安全这个账本里面， TikTok 它就不是一个娱乐的 App， 它是一个集合了认知作战工具、国民行为数据，还有就是战略性舆论资产于一身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的实体。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 TikTok 被分成了3个层面。第一就是潜在的认知作战的工具，这个是安全部门最害怕的，因为 TikTok 的推荐算法可以被用来非常精准的影响某一个特定族群或者是特定地区的公众的舆论，它可以被用来散播假消息，制造社会恐慌，甚至影响选举的结果。FBI 的局长就曾经毫不掩饰地公开表达过他的担忧。第二就是庞大的国民情绪跟行为的数据库。 TikTok 在美国有 1.7 亿用户，它收集的数据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随时都在更新的国民情绪跟行为图谱。情报机构如果深入去分析这些数据，就可以搞大规模的社会心理的剖析，找出谁是关键意见领袖，甚至可以预测这个社会会发生什么。第三，可以操控的战略性的舆论资产，这样一种能够直接触达甚至操控别国几亿老百姓的能力，有点像是红色警戒游戏里面有理的心灵控制，一点也不夸张，是实打实的大杀器。但是这里要注意我们要分开来看潜在的风险跟已经发生的事实，这个其实是两码事。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公开的板上钉钉的证据证明中国政府已经通过 TikTok 对美国实施过任何系统性的大规模数据盗窃或者是认知作战。就连美国的独立研究，他们也说我们得要区分什么是良性的外国影响，以及什么是恶意的外国干预。在尼泊尔刚刚发生的这个暴乱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反叛的一方，他们使用的就是 TikTok 这个平台来做政治动员，但是他们推翻的反倒是尼泊尔的清华政府。由此可见，在这个尼泊尔具体的案例当中， TikTok 并不是被中国政府用来做了什么实打实的坏事。但是驱动美国政府做决策的那个核心的逻辑，其实根本就不是你已经做了什么坏事，这是法庭上讲证据的逻辑。美国政府人家的逻辑是你有什么能力，你有可能做什么。其中的关键就是2017年中国的国家情报法，这个法律规定了中国任何的组织跟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并且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所以美国打压 TikTok 说白了就是一种基于最坏情况的预防性的打击，它直接把一家商业公司预设成了一个国家的代理人，而且把它放到了一个你怎么样也没办法证明自己清白的困境当中。所以不管 TikTok 怎么样努力，怎么样想要证明自己，其实说到底
它是没有办法消除这样一种因为你的出身带来的那样一种根本性的不信任。爱生频道的老观众应该对于这样一套逻辑是非常熟悉的，对不对？没错，美国对于 TikTok 的封禁决策完完全全就是一场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的非常经典的地缘政治的博弈。TikTok 代表的这样一种战略的实力跟能力本身就构成了美国绝对不能够容忍的对于他自己的威胁。所以不管 TikTok 有没有意图来作恶，这个根本就不重要。为了国家安全的最大化，美国它一定会主动出击，提前把这个可能会被用的武器给废掉。它绝对不可能坐在那个地方等着这个 TikTok 某一天真正被使用的时候。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美国人封禁 TikTok 的逻辑了吗？而另外一边，命运送给张一鸣的礼物也早就偷偷的在暗地里标好了价格。字节跳动当初收购 Musical.ly 的时候，一个程序上的疏忽就给后来这样一场毁灭性的风暴埋下了一根最关键的引信，而点燃这根引信的竟然会是特朗普竞选集会上的一场意外。TikTok 在全球的指数级的增长只能够用恐怖2个字来形容。全球的下载量突破20亿，月活跃用户从1亿飙到8亿，它就像是一种文化上的病毒，迅速席卷了全球。更可怕的是，它对于用户时间的占有，据统计，用户平均每天要在上面花52分钟，这个比 YouTube 跟 Snapchat 都要更长。那这下子硅谷那边的警报就拉响了，特别是 Facebook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有报道称，小杂对于 TikTok 的崛起焦虑到不行，他们开始在华盛顿花大价钱搞游说，而且策略特别简单，就是把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描绘成一个来自于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所以在商业上，他们虽然取得了史诗级的成功，但也因为这个颠覆性的影响力，在政治上 TikTok 逐渐变成了一个谁都没办法忽视的越来越充满了争议的庞然大物。一场针对它的完美风暴正在悄悄的酝酿，悄悄的集结。就在张一鸣的全球化的梦想一路狂奔的时候，他和他一手打造的这个帝国哐的一下撞上了一堵墙。这是一堵由地缘政治、商业竞争还有民族主义情绪交织在一块的叹息之墙。风暴的第一个信号来自于华盛顿。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被遗忘的定时炸弹吗？2019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式对字节跳动2年前收购 Musical.ly 的那样一笔交易发起了追溯性的国家安全审查。这个审查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背景底下，迅速从一个商业问题升级成了一场政治的风波。2020年6月，特朗普有一次重要的竞选集会，结果现场去了以后才发现有好多的空座。后来一查，是 K-pop 的粉丝，他们通过 TikTok 组织的一场恶作剧，他们集体在线注册索取门票，霸占位置，但最后全部都不去，就是为了故意恶心、故意羞辱老川。那这个事儿非常直观的向全世界展示了 TikTok 这个平台拥有怎么样惊人的社会动员的能力，也因此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社会对于这个不在美国政府控制底下的舆论平台的忌惮。2020年8月，特朗普连续签发2道行政命令，核心内容就一句话：要么在90天内卖掉，要么就彻底滚出美国。那与此同时，国会山的鹰派议员他们也开始疯狂输出，像卢比奥、霍利这些人给 TikTok 贴上了一个又一个标签，什么中共的特洛伊木马呀，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呀，他们翻来覆去的强调中国的国家情报法可以让政府强迫任何公司交出数据。那这个叙事逻辑非常成功，因为它把原本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跟数据治理的问题简化成了一个非黑即白、敌我分明的国家安全的故事。而在这背后， Facebook 这个竞争对手还在不停的煽风点火。硅谷有一个说法，就是 TikTok 在美国的最大敌人其实不是白宫，而是 Facebook， 也就是现在的 Meta。根据华盛顿邮报这些媒体的报道，
Facebook 他们专门雇了最顶级的咨询公司，在全美范围内策划跟执行了一场针对 TikTok 的系统性的黑公关的战役。他们的手段包括在全美各地的报纸啊、专栏呢，植入一些攻击 TikTok 的一些文章，他们散播跟放大一些不靠谱的谣言，比如说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掌锅老师的挑战，事后证明根本就不是从 TikTok 上面来的。那与此同时，小扎本人他还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比如说国会听证会，非常巧妙的把本来是一场纯粹的商业竞争，包装成了一场关于价值观跟国家安全的对抗。那所有这些揭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TikTok 这样一场危机是商业竞争跟地缘政治的一次完美的合谋。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竞争的地缘政治的焦虑是干柴，而 Facebook 这些竞争对手，他们出于商业利益的黑公关跟政治的游说是烈火，两者互相借力，就迅速的把一场商业竞争点燃成了一场国家安全的危机。华盛顿这样一场围剿的力度之大，意图之坚决，远远超过了张一鸣跟他团队的想象。而就在字节跳动被迫在华盛顿的压力底下艰难地寻找卖身方案的时候，来自北京的一记重锤让张一鸣彻底掉进了绝境。2020年那个非常紧张的夏天，一场围绕 TikTok 的世纪交易开始展开了。微软的 CEO 纳德拉他亲自带队谈判，后来他说整个过程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经历过的最奇怪的事情。这场谈判其实一度都快谈成了，微软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收购 TikTok 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跟新西兰的业务，但就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白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特朗普一度威胁要直接封禁掉 TikTok， 这个让谈判陷入了一片混乱。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的商务部跟科技部在8月28号突然更新了禁止出口、限制出口的技术目录，而这次修改摆明了就是为 TikTok 量身定制的。这里头明明白白的把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给列进了限制出口的名单。那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TikTok 那个让全球用户上瘾的核心算法，从现在开始是国家的战略资产了。你如果想卖给外国人，对不起，你得先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在当时那样一种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的气氛底下，张一鸣能够拿到这个批准的可能性基本上等于零。所以这个管制令一出来，微软想要的完全收购的方案是彻底行不通了，整场交易也就黄掉了。北京这样一招釜底抽薪，是直接砍断了字节跳动想要卖算法求生的这条路，而且还给以后的交易划下了一条绝对不能碰触的红线。这条红线的名字叫做技术主权，这个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而在国内，张一鸣也遭到了舆论的围攻。随着中美对抗的这个情绪在民间越来越高涨，任何想要跟美国妥协的行为都会被网民骂成是投降、跪舔、卖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当时那样一个处境，一方面是美国政府逼着你，不卖的话就封禁就下架，另外一边是中国政府拦着你算法不准你卖，而中间还夹杂着国内汹涌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张一鸣就被困在这个夹缝当中，动弹不得。那么这场危机的核心本质到底是对于数据的争夺，还是对于算法的战争呢？表面上来看，美国那些政客他们天天在嘴上念叨的都是数据安全，他们说中国政府会通过 TikTok 拿到 1.7 亿美国人的数据，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很吓人，特别容易煽动民间的情绪。但实际上这样一场冲突，真正最核心的是算法，算法才是 TikTok 那个真正的王冠上的明珠，也是中美双方谁都不愿意放手的战略高地。对于美国来说，算法的威胁比数据要大得多。一个普通人的数据是可以有有效期的，毕竟价值有限。但一个能够决定2亿人每天看什么、相信什么的算法，是一种潜力无穷的影响力的武器。对于中国来说，这样一套算法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在应用的层面首次对美国实现了超越的一个象征。这是技术自信，
而如果把技术自信拱手让给美国，不光是商业上的巨大的损失，更是国家战略方面的一个失败，也是国家尊严的丧失。张一鸣跟他的 TikTok 就非常不幸的成了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在影响力这个新战场上划分地盘的时候，夹杂在中间第一个被碾压的对象。他面临的就是一个无解的死局。如果卖掉带算法的 TikTok， 中国政府不许；如果卖掉一个不带算法的 TikTok， 美国人不要；而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就会被彻底封禁，被下架。就在2020年那个夏天，算法主权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张一鸣跟字节跳动彻底变成了大国博弈棋盘上的一颗被动的棋子。掉到这样一个绝境里面，其实张一鸣跟他的团队也没有坐着等死，他们展开了一场非常经典的多维度的博弈，想要在风暴当中为 TikTok 撕开一条生路。第一道防线是打官司。2020年8月 TikTok 正式起诉特朗普政府，告他的那个行政命令违宪，理由就是总统的权力没有那么大，不能够随随便便就封禁掉一个言论的平台。你还别说，这一招确实有效。美国的法院好几次都发布禁令，成功的阻止了特朗普的禁令生效，给了 TikTok 赢得了宝贵的喘息的时间。第二条战线是激进的本土化。2020年5月，他们高调的请来了迪士尼的前高管凯文·梅耶尔来当 TikTok 的全球 CEO，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想告诉全世界，看 TikTok 是一家由美国人管理的全球公司。但是这个本地化的尝试失败的非常快。这个梅耶尔他在签约的时候以为自己去的是一家娱乐公司，但是一上任才发现坏了，这家公司已经成了地缘政治的主战场。他原来设想的那些全球性的战略全部都被没完没了的会议跟谈判给淹没掉了。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上任还不到4个月，他就闪电辞职了。他在辞职信里面非常无奈地写道，随着政治环境的急剧恶化，我认真反思了，这对于我当初签约的那样一个全球性的角色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位百日 CEO 的悲剧标志着 TikTok 想通过常规的商业手段来解决地缘政治问题的思路是彻底走不通了。第三条战线就是搞公关跟游说。 TikTok 在华盛顿迅速组建了庞大的游说团队，与此同时呢，他们还发动了自己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平台上的那些网红跟用户。他们鼓励这些人去给国会议员请愿，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把 TikTok 封禁了，那就等同于砸了无数美国小企业跟普通人的饭碗。因为 TikTok 的封禁命令打击的不光是一家公司，它直接关系到几百万美国人的生计。一个价值几十亿美金的创作者的经济已经形成了，禁令的威胁会直接摧毁掉这些依赖平台的生态生存的小微经济体，它会扼杀掉无数普通人的创业梦想。而这些创业者的故事就把这样一场抽象的国家安全的博弈拉回到了具体而且生动的一些美国普通人这些个体的命运上。但是即便把所有这些能用的招都使完了，还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那个最关键的信任问题。最后 TikTok 实在是没招了，他们推出了一个最昂贵也是最复杂的方案，德州计划。这是一个花费超过15亿美金的计划，核心就是在美国境内为美国用户的数据跟算法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防火墙跟安全岛。那具体怎么样做呢？第一就是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100%都存在美国，由美国的科技巨头甲骨文来管。第二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美国数据安全的子公司，由美国人运营，并且接受美国政府的监督。而最夸张的就是第三点，他们甚至允许甲骨文公司来审查 TikTok 最核心的算法跟源代码，确保里面没有任何的后门。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基本上算是跨国科技公司在主权跟安全问题上能够做出来的最彻底的妥协了，简直就差把家底全部都送给你了。
TikTok 是在尝试用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方案来彻底解决一个看似简单的政治信任的问题，但结果呢？华盛顿那帮老爷们直接给这个计划判了一个死刑，他们说你这就是一个营销噱头。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字节跳动它依然是 TikTok 的最终所有者，那么中国政府在理论上就永远有能力对它施加影响，任何技术上的防火墙都替代不了所有权的彻底的剥离。眼看着外部的环境越来越差，内部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当所有技术、法律跟公关的手段都用尽了之后，风暴中心的张一鸣做出了他职业生涯当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2021年5月，他发了一封内部信，宣布卸任字节跳动的 CEO。他留下了一封冷静的像是机器写的告别信，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用理性尝试抵挡外部的情绪洪流。他在公司的内部信里面给出的官方理由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他坦白说自己对于过去1年的工作不满意，觉得自己缺乏成为一个理想管理者的某些技能。他更喜欢研究组织跟市场的原理，而不是实际去管人。信里头，他也承认公司有出售的压力，而且他说，虽然他自己不认同，但在当时那个环境底下，你不得不去遵守法律，别无选择。而且他试图安抚员工，重申了公司的全球化愿景。而这封信里面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他希望员工能够有火星视角。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站得高一点，从一个更宏大、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眼下这些风波。我必须得说，火星视角这个提法特别精准地暴露了张一鸣他作为一个极端女性主义者的致命的盲点。站在火星看地球的这个视角是一种极致的抽离跟理性，但是你想啊，在地缘政治这个角斗场里面，什么身份、归属、情感这些东西恰恰才是核心的问题。张一鸣想要一种非人的视角去解构一个特别属人的问题，这个就看出来他跟现实的政治还是有一些脱节。这样一个火星视角在国内的舆论场上一下子就被解读成你这个是对于民族情感的冷漠，也就坐实了那些骂张一鸣的人说他是没有自己的祖国。所以看到了吗？这个简直就是张一鸣那套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在面对一个非理性的世界的时候发生了一次特别惨痛的编译错误。国内的舆论骂得最凶的时候，张一鸣也几乎没有做任何公开的回应，他就选择了冷处理。但即便是他这样一种冷静，也会让更多的人骂他，说他是没有血性。你想想，对于一个技术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个可能是最痛苦的一个悖论。你相信数据能够解释一切，但问题是人心它不是算法。彻底的理性，极端的自我控制，把情感这个东西从决策系统当中剔除，当然是成功的关键。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却也让他自己变得更加孤立。真正到了需要动用感性的东西跟公众做情感沟通的时候，他一摸自己的工具箱，却发现没有一件趁手的武器能够用。这件事情非常深刻地反映了张一鸣当时的两难处境跟好几重现实压力的窘迫，但卸任依然是不得不做的选择。首先，他辞职是为了给公司去风险。张一鸣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这个中国创始人的身份已经成了字节跳动全球化道路上最大的风险跟负资产。他通过卸任，想在组织架构上把中国创始人这个身份跟公司的日常运作给切割开。其次，也是为了应对中国国内日益收紧的监管的环境。我在之前那个关于三四院的视频当中其实聊过，从2020年年底，中国政府对于大型科技公司发起了一场强力的监管风暴。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底下，张一鸣啊、黄峥啊、王兴这些科技创始人，他们都相继退居二线，这个显然是一种集体的趋利避害的战略选择。而最后这个决定也确实是张一鸣本身那样一种避免冲突的个性，他的性格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当他意识到这些非常复杂的政治事务
已经超出了他个人能够处理的范围时，他选择了退后一步。所以说，张一鸣的卸任是把个人的性格、国内的政治、国际地缘政治这三重因素全捏在一块的一次战略性的退却。他主动退位是想把字节跳动从一个张一鸣的公司变成是一个更加制度化、更有韧性的全球化的系统。说白了，就是为了给公司去个人化，降低它的地缘政治的敏感度，让它成为一个不那么扎眼的目标。这是一种抽离的、理性的，甚至有一点点悲壮的自保。张一鸣退居幕后，来自新加坡的新 CEO 周受资就被推到了风暴的最前线。2023年3月，周受资去了美国国会，搞了5个小时的听证会。这哪是一个听证会啊，简直就是一场全世界直播的拷打。而周受资的身份本身就是 TikTok 公司战略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新加坡的公民，他的背景就是想向美国政界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TikTok 的管理层是国际化的，所以当有议员反复拷问他你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的时候，周受资用一句我是新加坡人来回应，这个正是字节跳动希望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听证会上，周受资最核心的防御论点就是那个花了15亿美刀打造的德州计划。他非常冷静的一遍又一遍的向议员们解释德州计划有多么的安全。这个德州计划其实非常深刻地反映了张一鸣的思维烙印。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那个 context not control 的管理哲学，在地缘政治层面的一次极致的应用。面对美国国会这个充满了不信任的对象，字节跳动他们没有试图去控制议员们的看法，而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可以被审计的情境。他们实际上是在说，你可以不信任我这个人，但是现在我给你创造了一个可以随时监督审查、可以随时验证的系统，你只需要信任这个系统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用工程师思路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用技术架构跟法律协议来解决一个本质上是关于信任跟政治的难题。但是最终效果怎么样，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在座的这些议员老爷们，他们其实不关心，也或者根本不懂这些技术细节。他们的问题翻来覆去其实只有一个， TikTok 跟中国的联系。他们反复质问中国的国家情报法，他们质问字节跳动内部的党员，他们质问中国员工有没有访问美国用户数据的权限。所以这场听证会本质上是彻底把双方那样一道没办法跨越的鸿沟给暴露在全世界面前。TikTok 的策略从一开始想合规，到后来用德州计划想要隔离这些风险，但是美国决策者的目标已经变了，他们不再满足于控制风险，他们想要的是完全切除掉这个风险源。在他们看来，风险的根儿就在于字节跳动的中国所有权本身。周受资在国会上的辩护最终其实没有说服任何人，恰恰相反，他加速了国会两党推动不卖就封禁的立法的决心，将这样一场博弈彻底推向了最后的摊牌时刻。我们看到，在经历了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又经历了拜登的立法围剿之后，所有人都觉得 TikTok 在美国最后就2条路，要么卖，要么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最后的结局是一次特别精妙的结构性的重组。2020年，商务部一道出口禁令守住了算法主权的红线，让之前那个交易彻底黄掉了。而美国政客则死死地咬住，绝不能让一个中国的算法控制美国人的思想。那么2025年的这个新方案是怎么样解开这个死结的呢？答案就是授权与重建。根据这个协议，字节跳动它不卖那个原始的算法代码，它只是授权使用这个技术。然后呢，新成立的这家美国公司用这样一些授权的技术组建了一个全新的美国工程师的团队，他们自己在美国重新创建跟维护一套只给美国用户用的推荐算法。所以你看，这样一招是不是比较的巧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核心的算法这样一套技术没有卖，国家的技术主权保住了，我们只是租给你菜谱，但是秘方还在我自己手里。
而对于美国来说，在美国的地盘上跑的这个 App， 它的代码是由美国人编写跟审查的，而数据由甲骨文来监管，董事会由美国人来主导，国家安全这个担心在程序上算是解决了。这个方案它绕开了所有权这个非营技术的战场，反而在所有权跟监管权的分离上做了一个特别有创造性的安排。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张一鸣这个 context not control 的理念在国际政治舞台搞了一次终极的实践。当然，这个事情最终能够谈成有2个关键的因素。首先是特朗普，5年前是他把 TikTok 说成了是国家安全的威胁，5年之后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却成了拯救 TikTok 的英雄。他在白宫外曾经说过，就是孩子们太想要 TikTok 了，我接到了家长们的电话，我讨厌看到这个大家喜欢的 App 被扔出窗外。特朗普这个180度的大转弯，完美的展现了一个政治实用主义者的本色。在2024年的大选当中，特朗普团队利用 TikTok 接触了年轻选民，尝到了很大的甜头。对于他来说， TikTok 已经从一个中国威胁的政治靶子变成了是一个可以为他争取民意、体现他交易艺术的政治资产。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去的一段时间大家已经看到中国本身战略实力的增长已经到了一个美国不能够忽视、没办法打压的程度，所以为了 TikTok 这个协议，他们私底下中美两国一定会有很多的交换。美国政府在很多事情上面其实已经开始不得不有求于中国，这个才是双方真正能够达成妥协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地缘政治这块大冰山最后还是被美国国内政治以及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现实这样的一股暖流给化开了。那张一鸣本人呢，自2021年卸任以后，他几乎从公众的视野里面消失了。但是他当年那个看起来特别悲壮的战略性的退却，回过头来看，依然是奠定胜局的一步棋。他主动的去创始人化，做了3件大事。首先是把中国创始人的这个身份跟日常的这个运营切割开，极大的降低了 TikTok 的地缘政治的敏感度。其次，他是赢得了时间，把公司交给周受之这样的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用德州计划拖着，用一场又一场的官司拖着，硬是把这样一场仗从短跑冲刺拖成了一场马拉松。而最重要的是，他终于等到了变局，等到了美国政治气候改变，等到了一个更看重选票、更愿意做交易的总统上了台，等到了中美实力变化的此消彼长，等到了美国在很多东西上面被中国卡了脖子，不得不有求于中国，甚至双方不得不坐下来互相妥协。所以时间总算是给了这样一个理性的解决方案创造了可能性。我们也可以说，张一鸣用他那个极致的延迟满足感进行了一场长达5年的豪赌。他赌的是，只要公司能够活下去，只要你的技术跟产品的价值足够大，就总有一天能够等到一个在政治上可以被各方面接受的解决方案。他赌赢了。张一鸣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等于说是给21世纪的中国背景的跨国科技公司写了一本全新的生存手册。第一代的互联网信徒，他们以前都觉得技术是无国界的，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理想。张一鸣跟3、4院的朋友参加的一些国外的活动可见一斑。但是 TikTok 在美国的遭遇就等同于宣告，这样一种纯粹的技术理想主义已经破产了。当一个科技产品的影响力大到足以塑造一个国家的文化跟舆论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的会被卷入到地缘政治的斗争里头。而面对这个现实，字节跳动没有办法，只能够搞出一种新的全球化的模式，就是从原本的无国界转向了超本地化。它不再追求一个统一的全球的运营体系，而是通过结构性的切割，为特定的市场建立一个在数据、人员管理上都高度本地化的独立的公司。说白了，就是在不同国家的围墙花园里头去建立一个一个互相隔离的局域网。说到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这个不就是美国在反向建立一个自己的防火墙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反映了当前中美实力的此消彼长，当前世界格局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变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也会发现，同样是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华为跟字节跳动他们俩的应对方式对比来看就特别有意思。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近乎悲壮的硬刚的姿态。有军人背景的他，把这样一场危机定义为是一场上甘岭战役，就是想在核心技术上完全实现去美国化。但是反过来，程序员出身的张一鸣，他就选择了软着陆，他从始至终保持低调，避免了对抗性的言论，试图在美国的法律跟政治体系的框架内部，通过打官司、搞游说、重组公司这样一些方式，用合规来换取生存的空间。两种策略天差地别，根子就在于两家公司完全不同的背景跟基因。任正非的军事背景塑造了华为的狼性文化，张一鸣的工程师的思维孕育了字节跳动这样一种数据驱动的互联网的文化。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商业模式不一样。华为的核心业务是通信设备跟硬件，这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天然就跟国家安全绑得死死的，很难通过组织切割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字节跳动的核心业务是面向消费者的软件跟内容的平台，理论上可以通过数据的本地化、管理团队的国际化这些措施跟中国的母公司进行切割。所以华为的硬刚是因为它没得选，这是它的宿命，而字节跳动的软着陆是因为它的商业模式允许它走唯一一条的求生的路。如果我们现在尝试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张一鸣留下的这个遗产就远远不只是一个商业模式跟一个商业案例，他创造的那个算法其实正在用一种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方式重塑人类的文化机理。 TikTok 这个推荐算法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效率极高的文化操作系统，这是一种跨越国界、语言跟阶层的文化传播的效率，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TikTok 的算法事实上正在成为塑造地球人集体潜意识的一个最强大的引擎。大家听懂了吗？或许 TikTok 对于人类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要重要的多得多。张一鸣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最深刻也最矛盾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作为一个信奉数据逻辑跟第一性原理的冷静到极致的理性主义者，他一开始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想要创造一个更高效、更公平的信息分发的系统。但是他创造出来的这个系统，他成功的秘诀恰恰是能够非常精准的去迎合、去放大人类最原始、最非理性的那些情感跟欲望。而一个由最冷静的理性代码驱动的、服务于最热烈的人类感性的情感放大器，最后却被卷入了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也最非理性的冲突里面，也就是民族主义跟地缘政治的斗争。张一鸣他用理性解锁了感性的力量，可是到最后又被感性世界的权力逻辑给死死的缠住了。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当短期的情绪化的非理性的浪潮退却之后，一种更底层的基于大国实力变化的着眼于长期国际政治格局跟生存价值交换的结构性的理性，最终还是会浮出水面，并且一锤定音。张一鸣的胜利不是那样一种硬碰硬的胜利，它更像是水用一种持续的柔软的理性的方式，最后绕开了那样一块最坚硬的岩石。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一个教会你我保持耐性、保持理性，然后怎么样在夹缝当中求生存的范本。这个范本极其昂贵，却也无比的珍贵。张一鸣所开启的到底是一个让全人类连接的更加紧密的地球人的身份意识，还是一个让不同的部落在各自的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加速对立走向分裂的一个序曲呢？说实话，这个问题的答案艾森也没有，
但毫无疑问，这位理性主义者在地缘政治的漩涡当中的挣扎，将会作为21世纪技术理想主义者遭遇古典权力政治的一场悲剧的缩影，被我们长久的研究跟铭记。好了，今天就聊到这个地方。对于 TikTok 这个最终的结局，您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如果喜欢这些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艾森的频道，记得打开那个小铃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